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明天一早我就去跟那个废物离婚。终于被我逮到了，王少聪，留给你的好日子不多了，赶紧享受吧。真恶心。谁在里边？换衣服呢？怎么着？想看啊？哦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干正事。你搞错了，我很贵的。贵不贵也要看活儿好不好。就你这服务态度，你还想拿5星好评吗？我是第一次，有点紧张。要不这钱我不赚了。撩上我就想跑。你放开！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。那这样，你开个价，不管多少钱，今天晚上我要定你了。10亿，成交。这人出门没带脑子，什么玩意儿？怎么嫌少？3年的谍战神剧可没白看，今天算是派上用场。3年前，后妈逼我嫁给王少聪，可是这个男人到底多恶心，恐怕全京城的母狗都知道。唐雪，你别给脸了，我忍你很久了。那就别忍。我的心破碎风化，颤抖的手却无法停止，无法原谅。我们王家对你是仁至义尽了，按照婚约，你得净身出户。少聪，把离婚协议给他。不急。各位，我手里这份就是3年前王少聪先生与唐雪女士签订的财产补充协议。唐雪，你玩够了没有？挑重惹面。婚姻存续期间，甲方也就是王少聪先生一方，若存在出轨行为，在婚约结束时，乙方也就是唐雪女士一方将分得王氏家族1半财产。够了！我他妈什么时候签过？看你这反应，是承认自己出轨了？王家的大少爷在外面搞几个女人算不了什么，只有我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废物才一惊一乍。唐雪，画面很精彩呀，要不要一起欣赏一下？果然是你在背后搞我，但是这份协议我说没签就是没签过。空口无凭。我的医疗保单，签个字吧。还差一个手印。唐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少聪，真是你签的？爸，少聪，你实在是糊涂了，王家1半的产业就这么没了！
爸，快打120！唐雪，这婚我还就不离了，我要让你一辈子耗死在这儿。协议第5条，3年婚期一到，即刻办理离婚手续，否则王家的全部产业归唐雪一人所有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想不到你这么阴险，当初真是瞎了眼。您现在更瞎。你王少聪，签字。就算你得了1半的家产，你这个废物又能怎么样？妈，放心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把我们失去的夺回来。你离开了王家，这辈子都嫁不出去。这么听，好像是你后悔了。后悔？你个废物，你配吗？配？怎么就不配？秦老，您怎么来了？不是听说你们要离婚了吗？我是为唐小姐来提亲的。什么？这是来提亲来了。哦，你们几个赶紧把名片递过去。我弟弟还没来。我家少爷。唐小姐，看上哪个你就直说吧。至于婚礼，我们肯定风风光光好好办。陈老，你今天来是恶心我们王家的是吧？年轻人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唐小姐是稀缺之友，得抢啊！就她还稀缺，废品站里多的是。王少聪，我本来不想刺激你的，但是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不给我颜面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唐小姐，好手段，重新认识一下。西门吹雪，我看你是西门吹大风吧？那能吹到你心里，也是我的荣幸。你干嘛？这里是王家主宅。在哪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欠我很多，得还。还有，摸到没？都肿了。那是你活该。这种感觉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啊？听话，不然的话我就把录音公布出去，到时候你那个前夫恐怕就会打赢这场官司了。你还录音了？录了，真卑鄙！彼此彼此。想要多少？开个价。你认为我西门少爷会缺钱吗？我只是觉得昨天晚上很刺激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想要你陪我一夜。录音还有王家1半的家产，孰轻孰重你自己选。好，答应你。干杯！你答应过要陪我一夜的，干杯！我一定陪你一夜。手机呢？放哪儿了？对了，屁兜。吓死宝宝了。我慌什么？外面的人又进不来。
龚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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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怎么了？龚总，龚总，原来他姓龚。这就是你做的报表？哪个野鸡大学毕业的？唐总，之前都是这么做的呀。从今天起不用上班了。下一个。来，让一让。雪儿啊，看我女儿出息了，有能耐了。哟，这不是我后妈吗？你还记得有我这个人呢？哎呀，这话说的不见外了吗？别绕弯子了，有话直说。雪儿，这事儿啊，请叫我唐总。唐总，我能先坐会儿吗？小斌，去后勤部拿个小马扎过来。哦，这小马扎几个意思呀？你不是要做吗？虽然我只是你后妈，好歹我也拉扯了你几年。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给自己积点德吧！你小三儿上位，把我妈逼疯，还把我嫁给了王少聪这样的烂人，你怎么不积点阴德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公司以后的业务不会给你。滚！你跟你妈一样的货色，滚！喂，龚总，您还是别招惹那女的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总觉得她不像什么好人，还省得惹自己一身麻烦。哦，对了，她连自己家人都不认呢。哦，还有，我这打听过了，她目前经营这个公司是王氏集团手下运营最好的一家。哎，您想想啊，他俩好歹夫妻一场，这不一点情面也不给，一上来就拿最好的，得该开开，该换换的。这你就错了。唐雪只要了天齐这一家公司，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要。京城那几处豪宅都留给了王少聪。啊，他有这么好心肠？你别瞎操心了，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别废话。哦，你给我看这干嘛？难不成你让我给你家西门少爷报销药费？那倒不至于，我家少爷不缺钱。那你几个意思啊？不是，那个我家少爷说辛苦唐小姐这几日亲自陪着。是这样。我呢，刚接手公司，的确是有点繁忙。不过咱们家西门少爷的健康可不容忽视，我一有时间就过去。唐总，你可千万要挺住啊！你都进来2趟了，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咱们接手天齐的头一天，王少聪就把公司账户上的资金全部调走，一毛不剩啊！我早该想到的。没事儿，反正我也不指望他什么。咱们有了这家公司，一定会赚钱的。可眼下该怎么办呀？过几天就要发工资了，几千号员工呢，唐总。没事儿，有我在。实在不行，我还有点私房钱。您那点钱不是打算买房子的吗？咱们这么大老总，不能天天住办公室啊！多大点事儿？再说了，我天天住这么大的办公室，你们不羡慕啊？唐总，别说了，先把眼前难关度过吧，赶紧调整薪资结构，最大限度的节省开支。等等，辛苦你呢，帮我跑一趟，办个小事。您干嘛去？我呢去办件大事，咱俩分开行动，提升效率。加油！加油！刘总你好，谁让进来的？介绍一下，我是天齐集团的新任总裁唐雪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就是唐雪啊，胆子不小啊。这不重要，先给你看样东西。这钱您什么时候还呢？哼，开玩笑呢吧？你不知道我是谁？找我要钱？您今天就算刚从地狱爬出来的小鬼，这钱我也要定了。好笑吧？好笑吧？龚老爷子让您接电话。龚老爷子能听你个臭样子的？给你接你就接。喂，好，是，把那个欠天齐的8000万运输款赶紧结了。这个
还有3年零2个月的利息，一共8475万4360，后边就不算了。给，赶快给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这么做，你会少了一个大坑。不需要，刘总，那就祝您生活愉快了。屁！当了3年的家庭主妇，还能翻起多大的浪来？你可不能掉以轻心。天齐是一家正规的跨国贸易公司，上下游的产业有几百家，可不是他想的签字就行了。可您别忘了，天齐是怎么落到他手里的。你他妈会不会说话？哎呀，少爷，您别生气嘛，我这不是刚丢了工作，着急吗？小宝贝儿，丢了工作怕什么？不是养不起你。喂，你他妈有什么事儿？赶紧说。什么？他能要回来？我要了800年都没要回来。他却有点本事啊！给我小心点儿。姐夫啊，好像不能再叫姐夫了。没事儿，姐夫爱听。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我听说呀，你妈被气得住院了，你作为闺女的，不想帮帮她吗？我当然想帮啊，可是这事儿不得找唐雪吗？嗨，此言差矣。姐夫，你俩不都已经离婚了吗？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我妈来了？哎呀，我跟你姐离婚啊，就是闹点小别扭，早晚会复婚的。真的？你姐那个脾气你应该知道吧？她就是凭借喜欢闹来闹去的，任她折腾，等她折腾够了，我再收拾她。不对呀，姐夫，唐雪她瘫了3年，怎么突然好起来了？而且外界好像有传言说她都不让你碰她。哎呀，言归正传，你到底想不想帮你妈？帮，我当然想帮。喂，别在那儿探着个屁股看，我得探查吗？万一他进来，我没人发现，那不就露馅了吗？露个屁的馅！我这躺着呢，那能露馅吗？是个瞎子进来，他能看出我有问题。洪总，您现在是昏迷状态，可是呢，你总是诈尸啊。我这个叫间歇性脑死亡，那也是脑死亡。咱们都在这儿等了他1天了。洪总，虽然这个女人说话是很厉害，但是总归说到做到，这点我还是挺有把握的。你都这么了解她了吗？那当然，我可是调查过的。他身边那么几个秘书都是律师出身，律师啊，龚总啊，你放眼全球，有哪几个老总像他这样阵仗的？好像是啊。哦，所以嘛，他不会说那些没有把握的话，他一定会来的，放心吧，龚总。你怎么来了？唐总呢？唐总祝西门少爷早日康复。龚总，逛哪儿啊？逛个屁呀！出去！人家虽然没来吧，但是还送了张美照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挺好。我告诉你，本少爷决定了，我要1周之内就把这个女人拿下，之后再把她甩了。哎呀，龚总，您就别闹腾了，您下周就给。下周什么呀？哦，没什么。你说什么状？都怪我这张臭嘴。那个，下个礼拜是你的订婚宴。订婚宴？啊，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赶紧给我说，谁的主意？你爸。
爸，这不可能，他没有这么大的胆子。你也知道你爸和你爷爷关系不好，对不？所以你爸不想把这个事告诉你爷爷，但是一告诉了你呢，你爷爷就会知道了。你爷爷的，别废话，我们现在回去，我倒要看看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。公子，公子你别急啊，你爷肯定向着你啊，公子。挺好的，哎，公总。哎，你看他倒了。现在老婆谁敢扶啊？万一背活上了，后半辈子这就交代了。爷爷，爷爷你没事吧？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怕我讹上你吗？怎么会呢？爷爷这么慈眉善目的，我给你打120。爷爷，喂，120吗？爷爷，你还疼不疼？好孩子，爷爷不疼。老爷，您这怎么了？嗨，别提了，我就一个人过了马路啊，就摔成了这样。爷爷，那你家人都来了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我下午还有课。哎，等等，爷爷叫龚健，你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麻烦，就直接给爷爷打电话。好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打扰了，我实在不知道找谁了。你还记得我吗？雪儿啊，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呢？事已至此啊，爷爷会替你想办法的。只是王家那个畜生不好对付啊。爷我看啊，咱们不如将计就计啊，先保住你的清白，之后再从长计议。爷爷，您这太极打的是越来越漂亮了。哎呀，来，擦擦。是你这疯丫头啊！怎么样，最近忙坏了吧？算是忙完了。挺好啊，状态不错。托爷爷的福，要不是爷爷全力相助，我能有今天的出头之日啊？你这张巧嘴啊，就是会说话。但是啊，别光嘴上说，真要报恩的话，你不如啊答应爷爷一件事儿。爷爷，您最近可学坏了，都会跟我讲条件了呀。爷爷之所以帮你啊，是因为我要为我们龚家物色一个孙媳妇。爷爷，我这刚出狼窝又入虎口，我可没那么想不开。话不能说太绝了，我有一个大孙子，他刚从国外回来，等他忙过这几天啊，我给你们俩介绍。我听说你只要了天齐一家公司，连一套房子都没要。我可不信你对这家子人这么的手软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们王家的房产基本上都抵押了，不只是房产，王家基本上都已经空了。他隔三差五的就往澳洲跑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他可能在赌博。一旦沾上赌博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我倒觉得这是个好事儿。你想想，如果他到时候着急，咱们就给他来一个抄底收购。你这丫头是不是也太怂了？如果资源掌握在这种人手里，那不就是祸害人了？可以啊，丫头，出图了。怎么了？去查一下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的？出什么事了？这么不高兴啊？没有。你就别在爷爷面前装了，快去吧，不用管我了。爷爷，我本来还想陪你吃顿饭呢。你有这份心啊，爷爷就知足了。爷爷看好你啊，快去吧。知道了，爷爷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去吧。爷爷，您跟谁聊天呢？爷爷，您跟谁聊天呢？我没见您跟我聊天这么客气。你小子还记得你自己有个爷爷是吧？啊，回来半个多月了，连个面都不露啊！一见面就数落我，
我都想待在国外，一辈子不回来了。你好好的，我能数了你吗？我能数了你吗？我爷爷能，您留着点劲儿打我爸行不行？他又给您闯娄子了。你爸爸又干什么缺德事儿？他瞒着您，给我办了订婚宴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哪家的千金。您觉得这事儿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就这点破事儿，也知道你专门回来一趟。爷爷，您什么意思？他办他的，你玩你的，这有关系吗？咱们现在国内都玩的这么开放了吗？这个家里谁说了算？你心里应该有点数吧？原来爷爷您早就知道了是吧？废话，他能瞒得住我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爷爷就是爷爷，孙子就是孙子。是，我就是当您孙子的命。你们知道你们的老板是个什么人吗？为了挖空婆家，什么阴招损招都用尽了，人品比狗都差。这公司交在他手里，迟早都得完蛋。我呢，劝你们尽早做打算，赶紧跳槽离职吧。唐总，有人闹事，要不要让保安上来？不用管，让他闹。人品差也就算了，宅了3年一个家庭妇女，出来管理这么大的公司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对呀，等公司完蛋那天，我们也该完蛋了。我听说呀，咱们股东要撤股，这资金链一旦断了，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还早做打算。可惜了，天气这么好的一家公司，怕是要成为官员了。你叹什么气？我早就找你了。嘘，现在是。唐小姐，大庭广众之下这么诋毁唐总名誉，不太好吧？他的名誉还需要我诋毁吗？那我只能说是唐小姐在造谣了。我不想跟你废话，你赶紧叫你的主子出来，我懒得跟你啰嗦那么多。唐瑶，累了吧？来，喝口茶。趁我现在心情好，给你个机会好好说话，不然待会儿别怪我不客气。你别在这里假装有涵养，我不吃你这套。行了，不就是管我要业务吗？又是那一套道德绑架，逼我就范，老掉牙了，换点招数行不行啊？别忘了，是你妈把我妈逼死的，咱们从来就不是一家人。小斌，把保安叫上来。好的，唐总。你敢？我怎么不敢？这是我的地盘。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抢了别人的东西还这么有理？我就抢，你能怎么着？我真没有见过像你这种人。巧了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。唐雪，你这个贱人！私闯他人领地，寻衅滋事，扰乱社会治安，随便一条都够你在监狱蹲半个钟。汤瑶，骂我就能把业务给你，里外都分不清，还敢找我来挑事儿？除非有人在背后教你，有人在背后教你吧。你得让他当众颜面扫地，让他在那个位置上多待1秒都是煎熬。咱们俩合力把他拉下来，那公司不就是姐夫说了算吗？你们家的业务就回来了。被人卖了还要替人数钱，你脑子里是有屎吗？闭嘴！你别自以为是。谁在背后指使你？如果你告诉我，我可以不告你，否则你就等着蹲耗子。你别想吓唬我。你看我像吓唬你？这个事儿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如果泄露了，姐夫倒是无所谓，可你就变成笑话。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真的没有人指使我。还不说实话？我还不了解你吗？每天购物聚会找男人，你家的生意你还关心吗？姐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放他走啊！谢谢姐。龚总，您看您现在还敢追她不？本少爷现在充满斗志，我看您像只煮熟的鸭子。什么意思？嘴硬。
你们也听好了，这天齐是我唐雪的天齐，你们走也好，留也罢，我给你们自由。不过你们今天走了，就别想回来。我天齐不要不忠实的员工。还有，我本人也用3年修完了法考的所有内容。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个简单的家庭主妇，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。要想继续留在天齐，就拿你们的业绩说话，不然就不是你们要走不走的事情，而是我要留不留的事儿。唐总好厉害，这女人不简单啊，有点东西。唐总，我今天算是开眼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唐总是不是记性不太好？你的录音还在我这儿，我不想拿这事儿来威胁，这样显得我不够君子。但是唐总非要逼我做反派，我也明白。你怎么来了？雪儿，这花是送给你的。今天是咱们认识的第1520。王少聪，咱俩不可能了，劝你干点人事吧。差不多得了。再说你一个小女人，天天抛头露面的，也不太好吧？你这是在歧视女性，知道吗？我们俩说话，你是哪根葱啊？不好意思，现在我就是唐总的现男友。哎，他说的是真的。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西门吹雪，这位是我前夫。我们雪儿一般人入不了她的法眼，我劝你别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不好意思啊，现在是我们家雪儿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王总，那你请自便啊，就当故地重游，好好珍惜机会。送到这里了。你放。你这个女人挺狠心啊，跟我玩过河拆桥戏没啥。你让开，大声点，让他们都听见。你真无耻。还好啊，只是跟你达成了匕首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你答应过要陪我一晚上。我这个人又不贪婪，我玩的不花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过就1个晚上，还有录音笔，必须修。好，一言为定。Drop a pin and moving closer, 'cause I can show the way beneath the sheets, baby. Just tell me where. 都说女人30如狼，40如虎，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就……哦，你坐了3年轮椅，憋坏了。那我要是不主动的话，岂不是更亏啊？好像很有道理。走了。唐总，这房子太贵了，咱们的预算不太够啊。看看又不花钱。我们这个房子还有1套，如果您打算要的话，就做个决定吧。我们再看看。人找到了吗？他现在在哪？在干什么？哦，他现在好像要买房子。仙水湖畔，那不是我们的楼盘吗？对呀。他要买哪个房？我哪敢上去问呀？那这样，你现在立刻给售楼部经理打电话。要不咱们买个小点的。你要真喜欢那套大的，不行，咱贷点款。堂堂天齐总裁，居然连1套房子都买不起。这套房子多少钱？我买了，全款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姐，就这么1套了，是这位小姐先要的。女士，您还要吗？不要了，别的。
等等，是谁要这套房子？是这两位女士。他买不起，是我要买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呢是最后一套房，我们售楼部搞了个活动，要符合条件才能购买。那这套房就给您了，5折。5折。我们家买了这么多套房，我第一次听说这种狗屁条件。真不好意思，请问您名下有几套房？我呢，算上这一套，一共有3套。那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套房啊，只售卖给名下无房产的人。请问您名下有房吗？没有。行，那这套房就给您了。什么？我可跟你说，他们可是没钱。这位女士，5折。5折。唐总，5折也不够啊。只要付1折的钱，剩下的3年内结清，没有利息，直接和我们售楼部对接就行。1折。您来跟我办一下手续。哎，等等，放平心态，放平心态啊！走。放平心态啊！什么人啊！怎么样了？事情办完了吗？办完了。那他开不开心啊？开心，可开心了，开起来都要飞起来的节奏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。哎，小律师，你说我是不是时来运转了？这样的好事居然能落在我头上。您像运气好，那还用说？你先帮我拿一下。以后您能不能叫我哥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喜欢你这么叫我。那以后没人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您的呀？好啊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这个人不是唐雪的律师吗？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看他俩关系好着，你瞧你喜欢上个什么人？你胡说什么？谁喜欢他了？行，你就嘴硬吧你啊！哎，按理来说，您没谈过恋爱，我应该好好鼓励你才是。可是你瞧瞧你喜欢上个什么人呀？你别胡说八道，我没有喜欢他。好，我眼瞎你聋啊！那咱继续跟着吗？这样的视频我估计还能拍好多，够您后半年看的了啊！你给我闭嘴！哟。I'ma take a frozen heart. Someone's gonna make it in. 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在肖律师请我进门。你离我远点。哎，咱们毕竟是有过夫妻之情的，你这样说话不伤人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不是说好了各过各的，互相讲吗？那不行，我这几天想了，自从那件事之后，我得对你负责。不需要，你别着急拒绝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好，给你2分钟，说。2分钟不够。 2分钟，不要讨价还价。好，还有1分55秒。我是觉得我们都是成年人，都有一些需求，所以不如我们2个人搭个伴。毕竟你一个女人在生意上肯定是有需要帮助的。你别看我整天游手好闲的，但是我一定能帮到你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我觉得我们在那方面很合适。你给我滚！ 你给我滚！这打我呀！人家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这才过了3天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夫妻一场，我想你了，来看看你啊。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前夫哥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上不了台面的穷小子，哪来的自信跟我这么说话？你真的要搞清楚，我们2个人。 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说话说一半。你们2个人到底怎么了？我们已经领证了。什么？雪儿，你也太饥不择食了吧，连屎都吃！嘴巴放干净些啊！不会说话就别说话。你给我放开，要不然我让你看不见明天的太阳。哎，明天没有太阳，天气预报你没看吗？明天是大暴雨。停！你们俩聊吧，我先走。
哎，雪儿，这挺不错呀，还真是拎包入住。小斌，今天辛苦你了啊，陪我这么晚，加班费也给不了你。我也没跟你要加班费啊。你不要，我也不能不给啊。唐总，你非得跟我这么见外吗？我都跟了你快3年了，比起那个王少聪，还有那个西门吹雪，我和你相处的时间比他们2个加在一起都多呀。小斌，唐总，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更近一点。小斌，唐总，我喜欢你。我叫了餐，今天搬新家，应该值得庆祝一下。你居然订了餐？应该马上就到了。小斌，我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不对，是不是你误会什么了？也不对。明明不是什么好人，可我怎么就是放不下？这一大早的谁呀？怎么是你啊？你又想赶我走？龚师兄，你怎么阴魂不散的？唐雪，我今天来只为了一件事情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了，但我就是对你，你要说什么？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你喜欢上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龚师兄，话也说完了，如果以后你再纠缠我的话，我可报警了。大早上跟谁吵架呢？我们，他是我男朋友。是我唐突了，打扰二位了。那我先走了。不用送。龚大少爷。唐总，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没事。哎，唐总，龚总，怎么打电话给你也不接？你什么情况呀？怎么了？生病了？龚总，少爷，祖宗。行，还喘气儿呢。哎，怎么了？和我说说呗。练了。您练都没弹呢，你是什么练呢？我说我失恋了，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懂。那正好，给你续上。我都没结，续个屁！好了，那走吧。自己的订婚宴去不去？你这丫头，不逼急了你是绝对不找我是吧？爷爷，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这点小事都做不成。别这么自己说自己。作为一个女孩子，你能走到今天，已经就很不容易了。别逼自己太狠了。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有几个小股东要退股，这不是好事吗？王氏旗下也就只有天齐一家公司赚钱，不如将计就计，让他们退了算了，省得以后麻烦。可我没有钱。我有。爷爷，你不会是在算计我吧？我之前是说过帮您收购王氏旗下的公司，但现在天齐是我的。那我收回来再转给你呢？您别开玩笑了。这不是玩笑，只要你嫁给我大孙子，整个家都是你的。我才不上当呢！您那个大孙子肯定是个没人要的主。龚总，我听说老爷子脾气可倔呢，这婚事他能同意吗？哎，
我们公家的事儿向来都是我公有财做主啊。龚总，我上次给您提那个项目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啊，那个没问题。等2个孩子把婚事办了，我们立刻启动这个项目。我儿子出息了，看来啊，我这个老不死的该退休了。爸，你怎么下来了？我要再不来呀，你的裤衩子都让这个女人给骗没了。这么说，今天跟龚家结亲的是唐瑶。我们家瑶瑶就是这么有福气，你嫉妒呀？爷爷，你们家的事儿我不便参与，我还是先走吧。唐雪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，走哪里就倒霉，怪不得呀，那个王少聪不要你。混账！谁允许你这么跟我雪儿说话？唐雪，你可真厉害，年轻的勾引不到，就对这种老的下手。唐瑶，你给我闭嘴！怎么，他敢做，还不能让我说了？有才，你看看你结了个什么亲呢？啊，你自己看看。孩子还小，再说了，你这忽然领了个女的过来，换了谁不得胡思乱想啊？你个混账！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东西？你，爸，爷爷，你们这是干嘛呢？居然是他！他怎么认识你？你们认识？不认识。师兄哥哥，就是他抢了我的房子，仙水湖畔那套。什么？那个售楼部经理肯定有问题，他以5折的价格把房子卖给唐雪。是哪一个经理这么胆大？爸，这事儿可跟我没关系啊！爷爷，我刚回国，跟我也没关系。爷爷，我也觉得这事儿蹊跷，要不然这房子我还是退回给您吧。别胡说八道！我们龚家还送不起一套房子吗？一码归一码，要是知道是你买房啊，什么5折1折的啊，人情不会落在那个小经理的手里的。你和那个经理怎么回事？我真不认识他。哼，我看他是有所图啊。师兄，去查。哦，查。这件事儿以后再说。我要说的就是，师兄要是娶这个女人的女儿，我是第一个不同意。爸，你给我闭嘴！唐雪儿是我看上唯一的人，我就是在等师兄回国给他们介绍认识。没想到啊，被你个蠢材给截了胡啊！龚老爷子，唐雪她是个2婚，哪像我们家瑶瑶，冰雪聪明，又是名牌大学毕业，跟世雄啊正合适。唐雪怎么样？用不着你告诉我，倒是你，别逼我在小辈面前抖搂你的过去。师兄啊，爷爷也不是老顽固，这件事啊，还要你自己拿主意。还有雪儿，爷爷之前也说过，你看得上她呢就处处，看不上就拉倒。不好意思，没看上。我现在倒是觉得唐瑶小姐非常好，既温柔又贤淑。师兄哥哥，师兄，你的品味怎么越来越差呀？还有你，爷爷这些年对你可不好啊，你倒好啊，连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呀。你们哪怕好歹在一起处处也可以呀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！龚老爷子，你可不能乱点鸳鸯谱啊！我和唐雪是要复婚的。你怎么才来呀？你们俩要复婚？我们之前是有些误会，不过现在正在协调解决。这个女人居然脚踏3只船。雪儿，就咱俩的事儿吧，一会儿再说。我跟龚老爷子谈点正事。什么正事？在京城，只要涉及到公司上市，肯定是绕不过你们龚家。龚老爷子，我想你已经猜到什么事儿了吧？我的孙子已经回国了，龚家的事儿以后都交给他了，你跟他去谈吧。雪儿啊，今天我很失望啊。
话不多说，我累了。原来你就是那个海归金融学博士龚世雄啊！不好意思啊，之前多有冒犯。龚大少爷，你不会为了之前那点小事儿还耿耿于怀吧？我们龚家做事向来公私分明。我现在倒是挺佩服你，明明知道是我，你还敢跟我谈生意？那有什么不敢的？谁嫌钱扎手啊？我是来帮你挣钱的，你不会不怀疑。别不自量力了，我们龚家不需要你来帮忙挣钱。你就是格局小，要是龚老爷子就绝对不会这么想。我是我，他是他。原来龚家大少也不过如此。什么海归名流，在我看来就是一坨屎。你这个女人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习惯了，就这么粗俗。算了，少聪，咱不跟这种人计较，咱们先走。别担心，龚家一向公私分明，让龚大少爷好好考虑考虑。我们走。王少聪，好戏就要开始了。我才不信呢！您那个大孙子肯定是个没人要的主。雪儿啊，我倒是有个主意，可以帮你快速的把王家整垮。什么主意啊？爷爷，你快说。王少聪最近居然找到了我下面的人，他想把王氏旗下的公司做上市。他肯定别有用心。你说的对。本来啊，我是想拒绝的，可是一想到你，我就改了主意。爷爷，您千万不要为我去冒这个险。现在我的大孙子也回来了，这件事啊，不如交给他去练练手。啊？有时候犯错比不犯错更要锻炼人。那要我干嘛呀？王少聪今天就来，你呢，陪我在他面前演出戏。演什么呀？到时候呢，我会把你介绍给我的大孙子，你呢，甭管看得上看不上，只管拒绝，要特别的强硬，最好再闹出点矛盾来更好。哦，让我给王少聪上演反间计。咱俩的关系在圈内近乎众所周知，如果现在咱爷儿孙俩要是闹掰了，像他那种肯定会找你来对付我。那就是说，让我演个间谍？正确。那我可要加薪了，正好把那几个小股东给解决了。没问题。好。刚才只是演戏，我只是把你当备胎，别以为我原谅了你。唐雪，你这就有点不讲究了吧？我不讲究，这3年你怎么对的我，心里没数吗？那你对我使的阴招，不是更损？我在医院这3年，你们谁去看过我？知道我高位截瘫，你们全家都得算计，想着如何不让外人说3道四把我赶出去。所以我这么做，只是以牙还牙罢了。那咱们说结果，你现在不是完好无损，还分走我们家1半财产吗？一半？我只是要了天机，不过现在我后悔。什么意思？我后悔自己不够贪婪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是龚家大少。原来钱这么重要，可以让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子变得那么闪耀无比。你说钱神不神奇？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钱是个好东西。不过都怪我有眼无珠，错把他当成穷小子，让他看了我的笑话。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后悔了呢？我是后悔，不过做人要有骨气。我还真挺喜欢你这股劲儿的。咱们2个在一起3年，我都没有碰过你，要不咱们复婚吧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只想着赚钱，不想谈感情。那好吧，你替我做事，我替你搞钱。你走开！
说，你心里到底装了多少个男人？龚大少爷，您的未婚妻还在这儿呢，你都不避讳一下？什么未婚妻？刚才这话说到那儿，这你也信？唐雪，你这个狐狸精，敢勾引我未婚夫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勾引？停，关系有点乱，让我捋捋啊。龚大少爷，不是你既然选择了唐瑶，就应该本分点儿。这是我的前妻，不喜勿动。这里是龚家的地盘，他的人身安全应该由我来负责。姓龚的，我求你办事儿，不等于把我老婆让给你。唐雪是我的，那倒未必。还以为是海归博士呢，不过就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大情种。我到底心里怎么想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唐雪，你们把我当什么？把我当炮灰吗？从小就抢我的玩具，现在还抢我的男人！抢他怎么了？你还不如让我冷静冷静，好好想想。还考虑什么？你是信不过我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谁都信不过。只要跟我合作，我会让你成为全京城最有钱的女人。哼，听你说话，我还不如多盖几层被子，专心做梦。鱼儿已经备好，就等着鱼咬钩了。只要王少聪足够贪婪，就不怕他不上当。我可以进去吗？进来吧。这人是不沾焦做的吗？喝点什么？咖啡、水、茶？不用了，你过来先坐，我说几句就走。我爷爷最近跟我说了很多你的事情，没想到你们那么早就认识了。我们今后可能会有很多事情会相互帮忙，你能不能消除一下你之前对我的成见？你放心，我不是那种不讲分寸的人。啊，嗨呀，那个还有包括今天王少聪的事情，我故意跟他起争执，那我也是想配合你把戏演好。你别多想。不对吧？那个时候老爷子才刚离开，爷孙俩根本没机会说这些。他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啊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因为我之前骗了你。你说那个西门吹雪是吧？一听就是假的，谁信呢？那你怎么还生我气啊？你想多了。不是，唐雪，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有什么误会啊？对不起，其实一开始你只是想玩玩。不对，应该是我以为我只是想玩玩。那你现在是打算假戏真做了？什么假戏真做？知道王少聪让我干嘛？他让我勾引你，取得你的信任，然后帮他做事。戏演的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唐雪，你太过分了。我只是预热一下，跟你一样，想知道自己演的好不好。唐雪，你这么做太过分了。过分吗？我不觉得。从小到大，我就被人欺负，我想着忍忍就算了，但是我越忍，他们就越得寸进尺，所以我不想再忍，我想一一讨回来。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场丛林游戏，弱者没有后路，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，爱谁退谁退，我不退，所以我学会了犟牙必报。你逼我做了我不喜欢做的事儿，所以你必须付出代价。但是公归公，私归私，我对你的报复也仅限于此，就当给你敲个警钟。我说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也是，这些话我从不跟别人说，为什么要告诉他？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没有为什么，想说就说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很像一个东西？像什么？
像一只刺，你用尖尖的硬刺把自己柔软的身体都包裹了起来。其实你就是害怕受伤，害怕被骗，害怕失望，害怕被拒绝，所以你就先拒绝别人。你的意思是说我害怕得不到，所以才拒绝你？没错，我就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那天晚上你的身体非常的诚实，我从你的身体里读到了你对我有感觉。龚世雄，你别太自以为是，我会喜欢你。你不承认没关系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时间会证明一切的。好啊，那你现在就证明男子汉说一不二。不是你承认喜欢我有那么难吗？你以为你很强大是不是？但在我眼里全是懦弱。你明明就可以打个电话解决问题，但你偏偏来了，你根本就不是路过。对，我就不是路过，我就是专门来看你的。唐雪，我现在脑子里全是你，我每天1000遍、10000遍的想你。我承认，在那一晚之后，我就忘不了你了。我们都用心爱过。该死！我不会真喜欢上那个龚世丹的熊了吧？不对，不能这么叫他，这不是骂自己吗？这个死变态，挨千岛的衣冠禽兽。我们都用心爱过，也许还有那么一点不舍。昨天我跟你说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我觉得龚家的人没有那么好听。可是有你就不一样。我有3头6臂呀。再说了，龚老爷子帮过我。富人帮助穷人，无非就是在穷人面前彰显他的强大。真正帮你的能有几个人？你也不看看人家是怎么对你的。昨天你只不过是拒绝了龚世雄，老爷子马上跟你翻脸。就算我答应你又怎么样？龚世雄已经选择了唐瑶。这你就错了。凭我对男人的了解，唐瑶啊，只不过是个备胎，是气你的工具。那万一不是？不可能。万一我真跟他好了呢？我了解你，你不可能对他动心。你要是动心啊，也只能跟我动心。等事情办成了，你必须给我个交代。一言为定。这才几天就有男朋友？你男朋友是谁呀？爷爷，您别生气，你不认识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哎呀，你气死我了！爷爷您别生气，既然我跟他没有缘分，那咱也不能强求。你滚一边去！你男朋友到底是谁呀？不会是那个把便宜房子送给你的那个什么混蛋吧？师兄，我让你查过这件事，查了没？爷爷，我现在就去查。算了，这事儿啊，那我亲自去查。我到底要看看是谁。事出反常啊，必有妖。师兄啊，跟爷爷走一趟。哎，爷爷，这事儿肯定有蹊跷。哎呀，其实爷爷那房子是我给唐雪垫的钱，跟那个经理没有关系。今天这事儿必须得给我说清楚啊！至于怎么对付王少聪，那都是小事儿。你现在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喜欢雪儿？爷爷，其实那个我们……爷爷，我真得先回去了。哎，你还这坐着干嘛？还不送送雪儿？雪儿，你干嘛？我没想给你压力，我没想到爷爷他……反正你别多想。早知道要是你的房子，我就不住了。唐雪，你怎么又在这儿？你又勾引我未婚夫！谁是你未婚夫了？我们那天只是长辈见面，根本没有定亲。可你说过你喜欢我的。行啊，风流债不少了。你就是个狐狸精，你真不要脸，勾引我未婚夫！我就勾引了。看见了？
你这个贱人，你臭不要脸！够了，这里不是你们唐家。你凶我，师兄哥哥，你居然凶我！这里我1分钟都不想多待，丢人。你别总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啊！我根本就不想看，爱看不看，自恋狂。你给我等着！从小跟这么一个妹妹长大，辛苦你了。师兄哥哥，你是不是不开心了？妈，你可得替我报仇啊！唐雪那个贱人，她让师兄哥哥凶我。好好说，怎么回事？师兄哥哥不理我了，都是因为唐雪那个狐狸精。不可能啊！宫老头子虽然不乐意，但是师兄的孩子他是喜欢你的。可是架不住那个狐狸精勾引他呀。唉，好了，给我打起精神来。我倒要看看唐雪那个软骨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硬了。只不过是运气好了一点，现在是越来越张狂。妈，你想到对付他的办法了？办法有的是，哼。不过他一个不成器的东西，还用不着我亲自动手。想当年啊，他那个贱骨头的妈就是不堪一击。你呀，就放心吧。妈，女儿的幸福可都交到你手上了。唐总，不好了，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咱们的账户被封了，转不了账。现在准备出海的货船还在港口等着呢。怎么回事？咱们被人举报开了假发票。查了吗？假发票谁开的？把财务叫过来。我问过财务了，财务说不是他。那到底怎么回事？现在还说不好，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解决货船出海的费用。他只要在港口多停1天，就多1天的钱。要多少？不算多，500万。还不多。唐总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让我想想办法。我先出去一趟。我是唐学吗？是我。跟我们走一趟吧，接受调查。为什么？你的公司涉嫌发票造假。好吧。我们唐总还有事儿。调查可以，你们进公司即可。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把事情弄清楚。在未调查清楚之前，我们的总裁是自由的，请你们尊重我们的选择。是我拍的。不止这一张，还有75张，每张面值都上百万。怎么可能？我再看一下。怎么了？想我了？王少聪，你能不能正经点儿？我多正经啊！借500万。你怎么不跟你的世雄哥哥去借呀？你借不借？关键时刻还得找你老公帮忙吧？速度，我赶时间。怎么样？查出问题来了吗？税务局那边连存根都对不上，现在已经基本撇清我们的责任了。这不就行了吗？我觉得这件事不简单，这怕只是一个开始。一大早有人举报，接下来就有人查，税务局那边都懵了。他们到底要怎么样？不知道，但这件事儿让我们很难受。这一套流程下来，少说我们的账户也得封半个月。500万已经解决了，货船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出港了。那就好，真担心你为这事着急上火。喂，海关突然通知说上面大检查，咱们缺少一个检测标，不能出港，现在把货船扣下了。这货船装的都是海鲜，如果不赶紧运出去的话，咱们赔的就不是这点运费了。唐总，这摆明了就是有人故意坑咱们呀！喜欢就大胆去追，她是有男朋友了，可毕竟还没有结婚，你怕什么？不是爷爷，有这么教育晚辈的吗？有些东西必须要抢，否则你什么也得不到。找老婆就跟做生意一样，歪理邪说。听爷爷的没错。雪儿啊，有事吗？那你说。哦，是这回事。啊，我知道。你放心吧。师兄啊，你马上去一趟天齐。我过去干嘛？出事了。
你先去，我在这边打电话安排啊，快去。快去。那我这就过去。好。哎，回来。你记住了，这可是你表现的机会。咱这样是不是有点趁人之危了？你懂个屁呀！天赐良机，还不快去！嘿，我已经递交了解封报告，但是他们说要走流程，得等领导批了再说。有没有办法提前解封？没办法，这已经很顺利的了，看得出来那个办事的人比咱们还着急，只是签字的人不是他，他着急也没有用啊。你怎么又来？我凭什么不能来？我来看看雪儿。雪儿，老板的位子不好坐吧？不会真是你干的吧？这次可不是我，你别冤枉我。那哪次是？哪一次都不是，你别胡思乱想。我没空跟你瞎掰。海关扣了我们的货物。海关？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你这么好奇啊？你说不说？哎呀，今天我可没少帮你忙。先是500万，然后又是海关，我王少聪这辈子也没这么助人为乐过，我不甘心啊！你又要跟我提条件？聪明。小斌，你先出去。啊？让你出去，愣什么神儿？快出去！雪儿，你长得太好看了，简直美若天仙。哦不，比天仙还要美。你觉得我现在有心情听你说这些吗？生气的时候更好看了。滚！哎，我这么帮你，你不想表示表示吗？这里是办公室。那你的意思是在别处就行？王少聪，我现在一心想着工作，我没有心情想别的。你每天莺莺燕燕的，你也不差我求你饶了我行吗？你干嘛？我就差你一个，我最近为了你都戒色了。你再这样我喊人了。你呀，就是荒废太久了，没有人开垦，尤其是缺了我，太可惜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。哟，这不是公少吗？我们小夫妻之间吵架，让你见笑了啊？我只是路过进来看看，要没事我就先走。等等，唐雪，这事儿你也给他打电话了？海关的事儿，我不知道找谁，所以只好求你帮忙。可是我对国内的事情不太了解。哎，你不懂，我知道啊。对了，刚才的事儿你说了一半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背后的人就是秦小雅。你最近是不是得罪唐瑶了？的确是。你们说的这个海关的狗屁检查呀，可有可无。那这么说，是人为的，而且就是你那个风韵犹存的后妈秦小雅，她怎么有这个本事？这利用男人的本事啊，你真应该跟你这个后妈好好学学。王少聪，海关有个领导，就是秦小雅的情人，他们2个人走得很近，剩下的事儿我就不用多说了吧。枕边风很厉害的。如果他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关系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龚总，您这是要我命呀？那么着急，出啥事儿了？别废话，把这个号查一下，所有的资料越详越好。他能行？试试。哎，对了，龚少，上次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要上市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风险太大了，你们公司不具备上市的资格。开玩笑，我们王氏集团旗下有100来家公司了，你好好调查调查再说，行不行？但是我能选择的项目有很多。可王氏的影响力大呀。如果唐总愿意参与，那我倒是有兴趣。我可没有钱投资。不用你投资，你做中间人就行。我对你最放心。
唐总，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。唐总，你有空啊，少爷，还没走呢。你有事儿？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们干嘛呢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郭总，那个我不走。你公司还上不上市了？哎呀，万总啊，走了，终于走了。陶总，您怎么了？爷爷，您这是什么情况？爷爷高兴啊，睡不着。不是，爷爷您什么意思啊？海关的事儿不是有你了吗？哎，万一咱们要是帮他解决了，那不就坏事了吗？爷爷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爷爷告诉你啊，咱们等到唐雪栽了跟头，逼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而她的男朋友又解决不了，咱们再出面，这人不就是你的了吗？爷爷，咱们不能这么干。如果说出什么闪失了，他受不了的。你小子还挺在意他啊。爷爷，咱们先不说这个。如果等唐雪她这件事出了，咱们再出手，那您想过她会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吗？我想他干嘛呀？那就是说您今天压根儿就没有打电话找人是吗？对呀，我就等着出事儿呢。好，非常好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还能去干嘛？摊上您这么个不省心的爷爷，我操不完的心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都凌晨1点了，你来干嘛呀？哎呀，我就是太想念我，特意过来看看你。你喝多了，早点回去吧。我不，我就要跟我老婆一块回去。要不我先回去？哎，你别走啊！哎呀，赶紧走！碍事儿，您别赶我走，我是特地来看的。我现在给管家打个电话，让他来接你。你赶紧回去。我真的是特意过来看你的。我说你啊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你女朋友跟这个前夫不清不楚的，你就不管管吗？我那个唐总不是我女朋友，之前是我骗了你，我就是那天晚上喝醉了，在唐总家过了一夜，但是我什么都没发生，真的，我发誓。哎，你他妈的胆子不小，敢在唐雪家睡觉！唐总，我先走了，加完杯就不算了，算我旷工。怎么又回来了？不是说明天继续吗？哎呀，老板等不及。哦，对了，我不用加班费哦。王总，你是不是也该回去了？我要陪我老婆。王少聪，你能不能别捣乱了？我来。哎，公报私仇，你姓公的你。哎，谁让你栽在我手里？龚总，找着了，找着证据了！啊，我怎么睡这儿了？过分了！你们过分了！我搁这干了一夜，就不配得到你们的关注吗？别，你快说说你找到什么了？哎，龚总，您看这张图片，这人是秦小雅，这男的是她的情人。这张照片是他们在国外考察项目时候拍的，很显然他们并没有发现自己被拍。这照片能用吗，龚总？能用，太能用了，年终奖翻倍。太好了，马上通知公关部门。等等，用我们公司的公关。为什么？以防万一，保密措施。好，听你的。时间不早了，送你回去休息吧。我不困。哎，这还有一个喘气儿的呢啊！我这脖子动不了怎么办呀？那我给你打120吧。怎么样？算了，我也没抱什么希望。唐总，你还真好骗呀！肖斌，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居然敢骗我！别，
和你开玩笑呢，你别生气啊。话说回来，这个龚氏大的熊还真可以啊，他一出面，立马把几个领导说服了，当下就签字了。最晚下午，咱们公司的账户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真的，太好了！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个总裁当的没规没矩的。唐总，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，真的。哦，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管那个龚氏熊叫做龚氏丹的熊啊？唐总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所以我就没把这个发出去，给您退回来了，然后又重新打了一份。签吧，一看就是正经领导，签字有印的那种。好，辛苦你了。龚总，我这里正好有就是秦小雅边这个男人弄出一篇客房的酒店信息，一会儿我给您发过去。非常好，蒂文斯，感谢你。等你来了，我请你吃牛油火锅。您太客气了，龚总，举手之劳，合作吧，选副锅牛油火锅，可以。龚总，我们这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那秦小雅和她情人的消息啊，就传得铺天盖地，上热搜都不用花钱。做得很好。其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么多的证据，只要把他们拉过来谈一谈，谢谢，谈一谈就好了，这问题也就解决了。我们这样做会不会有点过了呀？过分！那个女人害得唐雪嫁给了王少聪，还有她奉子逼婚，害得唐雪她母亲一病不起，最后还自杀了。咱们现在一点都不过分，我们这一次要整，就给她往死里整。爱之深，恨之切呢。胡说八道什么的？不敢不敢，我就是有点后怕。前段时间差点得罪了唐雪。算你走运啊！这样，你现在立刻通知公关部，3分钟之内全面上线。Yes， 看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这个傻子领着情人周游世界，还到处拍照。妈，你说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哎呀，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够不够富贵？像不像龚家少爷的丈母娘？妈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哎，这孩子能不能好好看看我？妈，这个人长得可真像你。哎，秦小雅。妈，这也太巧了吧，连名字都一样。我看看。妈，这个真的是你吗？这是什么？你从哪儿翻出来的？妈，这个男人到底是谁呀？你怎么还跟他出去玩啊？你赶紧给我个合理的解释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公司都传疯了？你看了别看了，赶紧把手机关上。听说唐家出事儿了，说什么涉嫌收受贿赂，反正罪名挺多的，你小心点啊，免被牵连上。不会的，那都是秦小雅在背后搞的鬼，跟咱们没有关系。妈，你手里有钱吗？你要多少？5000万。这么多，我可没有。你跟我爸这么长时间，连点私房钱都没有啊？你上次拿我的钱还没还给我呢。哎呀，这不是最近生意不好做吗？手底下好多个公司啊，都亏得不行。不行就好好经营，实在不行就趁早把它卖掉。停！公司怎么做不用你们操心，我已经这么大了，你们要想管啊，你和我爸亲自接手啊。说什么话呢？你爸病病歪歪的，我得照顾他。我去接个电话。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有空会给你打的。赌场有赌场的规矩，王总，已经超时快1个月了，我们老大整不行了。3天之后，我带着钱亲自过去。我就不信了，每次都会输。好，王总有骨气。韩总，最近好事不断，
您气色好多了。托你们的福，加油，好好干，争取年底再冲刺一波。我保你们奖金加倍。谢谢唐总，谢谢唐总，加油！唐总，下周的商会联合会让您去做报告，去吗？下周25号，算了，不去。那种地方人多嘴杂，我可不想让他们议论我。曝光啊，对咱公司有利。咱们公司有基础，不需要这些虚头巴脑的来撑门面。您可真谦虚。唐雪，出来！怎么了？快出去看看。你别担心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儿，我这就去。哎，龚总，您这是干什么呢？每天拿出来看半小时又放回去，怎么？您要当鉴宝专家呀？你是不是气我有瘾啊？哪会，我只是没想到龚总您竟然能这么怂，买都买了，咱们送就得了呗。你一个单身狗，还是个老单身狗，你懂什么呀？这么多天了，那海关的事儿是您帮他解决的，那秦小雅的仇也是您帮他报的，他一点表示都没有。哦，您是不是怕他拒绝，所以才没敢说的呀？就是因为我帮了他，所以他才不好意思开口的。龚总，您好伟大哦！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觉得是时候该送了。您看那王少聪那小子天天往天气跑，您就不担心？你是不是诚心给我添堵呢？据专家说，焦虑能使人进步。龚总，您总有一天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的。专家懂个屁！你干嘛？哎，秦小雅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有什么事情出去说。唐雪，你个贱，任人自己翅膀硬啊，要整得我家破人亡啊！家破人亡，谁死了？非得有人死了你才甘心啊！我怎么没发现你的心这么黑呀？秦小雅，我不想跟你掰扯，都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。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请你出去。你别以为你傍上了龚家这棵大树，你就多了不起了。肖律师，打电话报警。好的，唐总。你放开！你撒手！你干什么？唐雪，你个贱人！你干嘛？你个贱人！我得放掐死你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妈！你干嘛？放开！走！放开！唐总，你没事吧？唐总，是谁？血压正常，呼吸正常，心跳正常，可以手术。怎么样了，医生？幸亏送来的及时，这命算是保住了。不过我需要你们在这边签个字，需要对他进行一个脑部微创开颅手术。你是那位的爱人吧？作为医生，我希望不要延误病情，尽快签字吧。我不是，我是，他是我老板，要不我来签吧？员工不行，必须直系亲属，赶紧联系去吧。哎呀，他哪有什么直系亲属啊？我来签，我应该是她男朋友。应该？哎呀，您别管了，我就是她男朋友，您有话您就跟我说。啊，幸亏孩子是保住了。孩子？她怀孩子了？对，应该有5周大了吧？5周？5周？是我的吗？该死！龚世琼，你还是人吗？您到底是签还是不签？给我个回话。我签。哎，人怎么样了？但愿没事。反正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是的，已经晚了，你永远都没机会。那咱们聊聊正事吧。不聊，我也不想听。他就是一个小手术，不至于吧？至于。
你现在跟我说什么，我都不想听。有除非吗？除非唐雪现在的手术非常顺利，并且完全康复。完全康复？那你得到猴年马月，黄花菜都凉了。等不了，别等，又没让你等。要不还是吃一点吧？不吃，拿开。这是中饭还是晚饭？中饭。这都到晚上了，中饭还没吃啊？唐雪遇见你，真是挺幸运的。我终于知道我跟你的差距在哪。以后你好好对她吧。对了，龚总，那个秦小雅已经被拘留了，而且唐雪的伤情报告也出来了，11级重伤害，起码5年起步。5年？5年太便宜他了。马上去请最好的刑辩律师，不管花多少钱都给我请，判得越重越好。姐夫，怎么办呀？我爸涉嫌行贿被法院抓走了，我妈也要被判刑，银行卡里的钱全部都被冻结了，我身上现在1分钱都没有，我该怎么活呀？别叫我姐，我现在不是。你是不是不想管我了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管你？难道你忘记了吗？你跟我说过，只要把唐雪赶走了，你会一直记得我的。你要不说我还忘了。要不是你，唐雪还进不了。姐夫，你没事吧？我他妈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叫我姐夫，你是不是有病？那个女人死了不是更好吗？反正你又不喜欢她。我去你妈的！既然来了，就别浪费。这个婊子，要不是你，我还有回旋的余地；要不是你，我又不会输给他。既然坏了我的好事儿，让我代价。松手！你松手啊！别扭过去，我不想看见你。唐雪，能不能快点醒醒？你一定是在装睡，是不是？光雨如梭，一梭采取，一梭迟。情丝百转，丝丝缠乱又不知。你看，还挺合适的。那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你不说话，就是答应了。我知道，可能你还没有那么喜欢我，但是你现在不答应也没办法了。你怀了我们的孩子，这个孩子来的天助我也，来的太及时了。我觉得我们的缘分就是上天注定。我第一次见你，我就觉得你和其他女孩一点都不一样。你觉得这是不是一见钟情？你不说话，那我又当你是默许了。老爷子，王少聪在外面想见您，我没让他进来。他这是没有退路了，你让他进来吧。好。高老爷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来打扰你。来都来了，别说打扰不打扰的，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吧。本来我想把公司做上市之后再去澳洲那边发展，可是澳洲的生意出了点问题，我现在急需要钱。澳洲那边是什么生意？出了什么问题啊？这就不便说了吧。那你找我干嘛？我想把公司打包卖给您，您开个价吧。你那些公司啊，看着是挺像回事的，其实都不值几个钱。我凭什么要买？在京城能接手我公司的，除了您，没有别人了。我是生意人，不做慈善。那这样，您开个价，我绝不还价。少聪啊，你父亲跟我好歹也是朋友，有的话不知该说不该说啊。您说，回头是岸。他怎么在这儿？
你这么快就醒了？感觉怎么样？我去叫大夫。巷口灯光忽明忽灭，手中添老婆咖啡你醒了？我什么时候成你老婆了？你忘记了？我们都结婚1年多了。龚世雄，你看，还好你记得我名字。我记得我是被齐小雅砸伤了，你敢蒙我？我蒙你干什么呀？咱俩都有孩子了，你要不信，一会儿医生来了，你去问医生。难道我失忆了？孩子呢？孩子还在你肚子里。戒指呢？咱们结婚后你从来没有摘下来过。哦，戴上就好，以后别随便摘了。我怎么觉得这么不踏实的？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呀，肯定是真的呀。你先别着急，你这个病啊，可能对你的记忆也有影响。老爷子，王家的资产已经清算完了，给他老两口留了套房，还有就是其他也都安置好了。王少聪有信吗？自从签完字以后，他就消失不见了。小爹，您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看我们唐总了。您这一病啊，可把我们想坏了。哦，我的确是病了1年多了。你怎么个意思？我不是记性不好吗？你是说记忆出了问题？对呀，医生不可能骗我呀，我的确是怀孕了。怀孕了？对，谁的孩子？当然是我老公的了。把手机给我，快！下周25号，现在是8月10号，不就才过了10来天吗？这个狗屎蛋的熊，居然敢骗我！哎，唐总，干嘛去啊？唐总，你慢点，唐总。老婆，爷爷熬的乌鸡汤我拿来了。那个护士，人去哪了？出院了呀？出院了？不是出院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哎，这你拿着喝吧啊。来。你怎么回事？骗我失忆，好手段！龚世雄，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心计啊？我只是越来越觉得我离不开。你放开！你说你像那两只刺猬，你个龚世雄，这个外号不好，换一个。那就叫你小龚吧。我比你大。那就叫老公。好啊，老婆。你再叫我一个。我才不叫呢！滚！不。你能再土点吗？老婆，这可是我想到最能够体现爱的方式了。听话，睡觉。老婆，我很认真的查了资料，偶尔一次可以的。那万一不行呢？那没有万一，一次就中，还不是万一啊？那是不是侧面说明你老公很厉害？那是我厉害。顺便给你这个大博士科普一下，这卵子啊，1个月只分泌1到2颗，而精子是无数。我知道，然后呢？又怎么样呢？怎么样？就是说男人不值钱，所以以后要对老婆好。我说东呢，你就不能往西；我说吃螃蟹，你就不。
她怎么怀孕了？什么时候结的婚？她没结婚。怎么回事？听说是被王少聪那个啥了。王少聪，这个王八蛋，他在哪儿？不知道，消失大半年了都。王凯，你帮我办点事儿。她毕竟啊也是我妹妹，从下个月起，给她每个月打点生活费，不用太多，饿不死就行。饿不死是个什么概念呀？再给她买套房子，不用太大，够她娘俩住就行。好，好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太狠心了？没有，我觉得你这么做已经非常好了。他现在落到这个处境，就是他咎由自取。这个唐瑶我了解，一多就飘。好，老婆说的都对，